我叫沈婉，星际灵植研究院首席博士，死前正在主持污染星球灵能土壤逆转实验。没想到再睁眼，竟成了高武废土里一个无修为、无资源、无靠山的宗门弃徒。原身也叫沈婉，青兰宗外门弟子。3日前，他被人诬陷偷盗宗门灵种，执法堂不听辩解，当众废去他微薄修为，又夺走他体内尚未完全觉醒的灵根种子，最后将他流放到北疆废土。沈婉，醒了没有？哟，命还挺硬，宗门都不要你了，竟还没死。沈婉，我昨日说的话你想清楚没有？赵武官肯收你是你的福气，你一个被废了修为的宗门弃徒，留在村里白吃白住，还想挑？就是，青兰宗都说你偷灵种，谁知道你是不是不祥之人？北疆本来就常有异兽，你这种弃徒进村，万一招来兽群怎么办？要我说，你要么跟赵武官过日子，要么就滚出村，别连累我们。说完了。异兽侵扰北疆多年，土地被浊气毁坏，粮食绝收，村房破败，武者低阶，这些事在我来之前就有。你们守不住村，种不出粮，打不过兽，就把罪名扣在一个刚被流放来的弃徒头上。你还敢顶嘴？我只是提醒你，蠢不是罪，但蠢还出来丢人，就是自取其辱。别在屋里耍横。沈婉，你别不识抬举，你没修为，没粮食，没男人护着，能在这鬼地方活几天？我活几天是我的本事，你若想赶我出村，就拿出村规，拿出凭据，证明我招兽害人。拿不出来就闭嘴。好，好，我倒要看看你骨头能硬到什么时候。这是原身被逐出宗门时藏在衣缝里带出来的残存灵种，灵性枯竭，外壳受损，普通灵植师看一眼都嫌浪费力气。没牙未死，还有救。他在干什么？开荒！这废土几百年都不长粮，他还想种地，果然是被宗门赶出来，自己疯了。土层越往下，浊气越重，但结构并非完全死效。只要先做小范围净化，再用耐浊灵种试验，就有机会建立第一块试验田。沈姑娘，听说你今日和王翠莲闹得不愉快，那婆娘嘴碎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不过她话糙理不糙，北疆这地方，女人想活得安稳，总要找个靠山。你能让这片地长粮？什么？能挡住异兽？沈姑娘，这些不是你该操心的。那你算什么靠山？沈婉，我给你脸是看你还有几分姿色，别等到粮短兽为的时候跪着来求我。真到那日，我也不会求一个连地都养不活的人。好，你硬气，那我等着看你怎么活。这人骨骼根基绝佳，气血衰败却未散，经脉是被外力重创，不是天生废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身上有极担子的血煞锋芒，那不是恶人的煞气，而是久经战场斩杀异兽无数后沉淀下来的杀意。陆衍，昔日人族镇边战神，传闻他私通异兽，出卖边防，被废尽经脉，流放北疆。如今全村人都叫他废神、叛徒、废物，没人靠近他，也没人觉得他还能活多久。沈姑娘，村里仁义，没让你饿死，可这粮也不是白给的。你要是识相，今晚就去赵武官屋里谢恩。一个弃徒，灵根都没了，还真当自己是宗门仙子？他若不跟赵武官，难不成跟隔壁那个废人过日子？怎么，你还真看上他了？沈婉，我劝你清醒点儿。赵武官至少有粮、有刀、有屋，陆衍有什么？一身废脉，一张骂名，还有一口等死的气。沈姑娘，昨夜想清楚了吗？北疆不比宗门，女人太硬气，容易死。我需要一个能守住田的人。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找错人了。我是废人。别人这么说，你也信？你站不起来，我就先养到你站起来。你凭什么？凭我能让废土生粮，
废土生凉，哈哈，他真疯了！青兰宗灵芝师都做不到，他一个被废的弃徒子凭什么？吹吧，看他能吹几日！给我3日，我让他发芽。我需要一个手甜的人。我护不住你，现在护不住，不代表以后护不住。我这副身子熬不了太久。命数这种东西，没到最后不该随便判。陆衍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护我安稳，我种田养你，我给你灵粮，续你气血，给你灵药，修你肺脉，给你重新握刀的机会。荒唐，不可能！这世上没人能修好我的经脉。可他的眼神太亮，也太稳，像荒原尽头忽然燃起的一点火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。什么？在他长成之前，别让任何人毁了我的田。荒原外的兽，若它真能发芽，我便替你守天。先用锄头深翻表土，将灰黑色硬壳打碎，又将底层浊土分开堆放。这片土壤表层死阴，深层绝气浓重，若直接种灵种，芽芽会被绝气烧死。所以第一步是消杀。没有修为，不能像普通灵芝师那样以灵力净土。但我有另一套办法。我从破屋里找出旧陶罐，把烧过的草木灰、碎兽骨粉、井边浅层矿土混在一起，又将昨夜收集的露水倒入罐中搅匀。这是最简陋的浊气中和层。草木灰调节土性，兽骨粉补微量灵质，矿土吸附浊气，条件粗糙，但足够启动第一轮土壤缓冲。我用锄头重新翻土，将中和层与底土混匀。够了，你撑不住。但萌芽仍有一线活性，先用指尖在种壳最薄处划开一道极细裂口，再将种子泡进一碗温水里，水中混了少量草木灰上青叶和兽骨粉净叶。一共6枚，3枚灵属种，3枚灵脉种。不能贪多。第一批试验田，最重要的是验证废土能否建立灵力循环。第一层浊气被矿土吸住了，底层灵质开始松动，种子胚芽尚未复苏，但没有继续死亡，这就是好迹象。你以前学过灵芝术？学过。准确地说，我学过比这世界更复杂的污染生态修复。青兰宗不会教这些。所以他们留不住我。你若失败，赵奎不会放过你。我不会失败。若废土真能生凉，村里人也不会放过你。陆衍，我负责让田长出来，你负责让他们不敢抢。我现在只能吓人。够了，很多人欺软怕硬，你只要让他们记起你曾经是战神，就够他们睡不安稳。战神这个称呼，我已经很久没听人认真说过了。它发芽了，现在该你守田了。好。
我不需要。你这句话，昨天说过，今天也说过，可你器械还是没回多少。我肺脉未复，吃什么都一样。那就更该吃。你若连吃都不敢吃，还谈什么守天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有感觉？经脉里有点热。灵薯里的灵力品质远超玉骨，不仅能补充气血，还能温养受损五脉。再吃一点，你想恢复，就别装作自己不需要。第一批灵薯试成功了，接下来可以扩大种植。小婉，出来！真种出来了，灵薯，这真是灵薯！老天爷，废土里还能长这个？想拿，可以。不过，拿之前先把账算清楚。这几块灵薯，从选种到催芽，从翻土到守叶，都是我和陆衍做的。你们没出一粒种，没出一分力，张口就要分，天底下没这个道理。我不管，反正这灵薯我今天必须带走。再碰一下试试。吃。甜的，真有用！这灵薯竟真能补身子，比村里那半炕粥强太多了。灵薯不是白给的，想吃拿东西来换，柴火、盐、兽皮、药草，或者帮我翻地守田都可以。谁敢再偷再抢，陆衍会记住。看着她忙碌，忽然觉得这女人比荒原上的风还硬。这东西真的在帮我松动暗伤，而且不只是一点点。灵田一旦见效，后面盯上的就不止村妇，而是整个村里的人心。人心一动，麻烦就会接踵而来。神碗那片地真长出灵薯了，陆衍的废神今天居然站起来了。把脚拿开！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命令老子？沈婉，你这灵田本来就该分给村里，大家都饿着，你凭什么私藏？我开荒时，你们说我是疯子；灵薯长出来，你们说该大家分。天底下的便宜都让你们占了。少废话！你一个流放弃徒，住在村里就该听村里的。我们也不为难你，灵薯种苗交出来，种法写下来。这片田以后归村里管，归谁管？自然是归能护得住的人管。你瞧不起我？不是瞧不起，是没看见你有什么值得瞧得起的地方。他就是仗着陆衍那个废神吓唬人，可废神再凶，不也坐在轮椅上？他能挡得住我们这么多人？沈婉，我数3声，1、2。我最讨厌别人碰我的试验田。我的眼！这是我处理土壤时调配的浊气吸附灰，掺了干辣毛粉和碎矿尘，平时用于驱虫防兽。我说了，擅入者后果自负。反了，他敢打人！大家一起上，把田掀了！陆野，怕什么？他就是个废人，经脉都断了，装神弄鬼！陆衍现在确实没有恢复修为，可他的战斗本能还在。杀过高阶异兽的人，哪怕只剩1成体魄，也不是这些村中武民能比的。谁准你们动他的田了？这是村里的地，他一个弃徒凭什么？这片地是他开的，
种子是他救活的，灵粮是他种出来的。你们想要可以换，想抢，想抢，先问问我答不答应。我知道灵属有效，却没想到效果这么快，短短几日，他已能短暂站立，甚至借战斗本能压制低阶武者。陆岩，你想在村里伤人？他们毁田抢粮时，你在哪儿？赵武官若要主持公道，正好王铁山等人擅闯私宅，损毁灵田，意图抢夺粮种，按村规，该怎么处置？赔偿。赵武官，闭嘴！被踩坏的灵属苗，每株赔10斤杂粮，外加3日劳力，修复田埂。你抢劫啊！赔，我赔。刚才田的人，一个不少。别逞强，吃了。我还没弱到需要你喂。你刚才差点站不稳，不过做得不错。你刚才护住了田，也护住了我，交易有效。异兽，大批地阶异兽朝村子来了，兽潮来了！都别乱，拿武器守住村口。都是神丸，他种的邪门灵粮把异兽招来了。对，灵粮有气味，肯定是他们闻着来的。把他的田毁了，异兽就不会来了。蠢货！异兽从北面来，风从西南吹，我的田在村东南，气味怎么引过去？能动吗？能。多久？给我杀几头。那就守宅院，不去村口。你现在没完全恢复，去村口就是被耗死。守住我们这里，保住灵田和众源，才有后路。他说的对，我那不是当年巅峰状态，不能再靠一人硬扛整条防线。没有阵盘，没有灵石，但能用灵芝本身形成简易护田阵。等会儿异兽靠近，别追，他们会被灵芝气息扰乱，冲势变慢。你只杀冲进来的。你对异兽很了解？对污染生物很了解。兽候已经逼近，成了。这阵法简陋却有效。动作快准，狠。救命啊！快跑！挡不住了！往这边退，别乱跑，拿长棍守宅口。这边能挡，神碗这边有阵，快把孩子和老人带过去。吃，灵力入腹，气血会略微回升。陆岩若真的恢复，我这个守备武官还能算什么？还能站吗？能。别硬撑。陆大人，我已不是大人。今晚若无你和沈姑娘，村东必破。老朽替家人谢过。兽潮不会只来一次，今晚只是低阶试探。村防太弱，粮食太少，武者气血不足，下一次来的更多，你们挡不住。那怎么办？修防线，
扩灵田，种粮，炼人。你说的轻巧，废土怎么扩？粮种哪里来？修防线谁听你的？想活的，听他的。强腐蚀性，高浊气，但灵能活性很强。沈姑娘，那是异兽血，沾了会烂肉的，所以别用手碰。疯了，连兽血都见。你需要更多灵粮，村里也需要，所以要扩田。说干就干。兽潮还会来，想活就开荒。这废土真能种？能，但不是随便撒种就能活，需要翻土、浸浊、分区、守田。沈姑娘，你愿教？我教简化法，跟我干活的人按工分换灵粮，偷懒耍滑，逐出灵田队。敢偷种、毁田，交给路眼处理。沈婉，你这是想越过守备队，自己管村？我管田，你若能守村口，我没意见。修防线也需要人，赵武官若不想开荒，可以带人去补栅栏。开荒，村东废坡先划给灵田队，谁出力谁分粮。把人分成4组。收血土不许直接撒田，先封灌。黑硬土翻到下层，灰白矿土铺中间，种薯切块，每块必须带牙眼，田埂留沟，别让浊水回流。控制比例要极低，一旦浊气过量，灵种会死；但若比例合适，灵属会吸收其中能量，转化为更强的淬体灵粮。白木谈不上全熟，但雏形已成，这在北疆是从未有过的奇景。真长出来了，这么多粮，咱们今年是不是不用挨饿了？我这辈子没见过北疆有这么绿。继续搭建储物地窖。灵粮成熟后，最怕保存不当和被人盯上。灵田越来越稳，他的身体也变化极快。原本堵死的3处经络已经松动，今晚开始加1餐淬体灵脉，给村委更合适。你恢复，村委才有活路。别装大公公司，你现在是我的第一战力。你的？我种粮养你，你守田护我，有问题？没有。赵守将，黑石村废土生粮，已有100亩灵田，属下亲眼所见，灵属灵脉，皆带灵光。废土生粮，千真万确。谁种的？一个青蓝宗流放弃土，沈婉。陆岩呢？陆岩似乎能动刀了。前几夜受潮，他斩了10余头地阶异兽。当年陆岩被废后流放到这里，本该悄无声息的烂死，如今却靠灵粮复苏，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继续探，查清灵田产量、守卫人数、灵种来源。是。金白鼠肉带淡淡清闻，灵气比第一批浓了近3成。如何？静脉在血，淬体灵粮成功了。我的气血长了，伤口不疼了，这灵粮能淬体。灵田量产的消息一定藏不住。守将的人，麻烦来了。喝。突破了，勉强入中阶。从肺脉将死到
到重新踏入中阶武者，只用了不到半月。若传出去，足以震动整个北疆。今天开始，灵脉加量，疗伤草汤减半。你的经脉已经承受更强的淬体量。你倒比我还清楚我的身体。我是种粮的，当然要知道粮喂到哪一步。上周异兽，上周异兽，挡不住，这不是地界兽。赵武官呢？快让赵武官来！赵文官，快杀了他呀！那里是刚成熟的淬体灵脉，若被毁，路眼的恢复、村里的存粮、后续扩种都会受损。所有人散开，别正面挡！陆岩，黑甲兽正面防御极强，侧颈甲凤才是弱点，但它速度快，冲撞重，普通人根本靠近不了。别碰绿血，不是！他刚入中间，经脉还未彻底稳固，不能久战。这是我用异兽绿血灼肥催生的新品，还没完全成熟，但能短暂释放麻痹之液。陆岩，伤到骨了吗？没有，逞强。天没事就行。你也得没事。陆大人斩了中阶兽，陆大人还活着，战神真的回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怎么，有人驱使他？中阶异兽不会孤单独冲村，有人在试我们。边陲守将赵恒，陆眼刚斩中阶异兽，复苏之势再也瞒不住。看来他们怕你活过来。这头中阶异兽尸体应归守备队处理。你杀的，陆眼杀的，我辅助控兽，绿血、兽骨都是我们的。按村规，异兽尸体要上交。绿血归我肥田，兽甲修防线，兽骨磨粉入土。谁有意见，来跟陆眼说。赵恒会出手，来得正好。灵田扩得太快，总要有人撞上来，给我们立威。你恢复的也太快，正好需要一场更大的仗，让他们看清楚，废神已经不是他们能随便踩的人了。黑石村沈婉私藏灵产，未按规上缴，现奉赵守奖令前来查验。查验什么？查你是否私蓄资源，违禁培育灵种，影响边防配补。沈姑娘，你一介流炮弃徒，能在废土上种出灵粮，实属侥幸。可灵种来路不明，
方法也不该私藏。若肯将培育之法献出，宗门可保你一份外门名册。外门名册？不错，你虽曾有过污名，但若肯将灵田秘术交出，宗门可既往不咎。你们想要的不是名册，是灵种，是田，是我这片地里的东西。废话少说，赵守将的意思很明白，边防物资紧缺，北疆各村都在节衣缩食，你这边100亩灵田产出巨大，理应先供军需。军需？灵粮、疗伤草、兽甲、兽骨粉，还有你改良灵种的法子，灵属灵脉，先交30%。护田灵草全部上缴，灵种方子抄录1份，以后黑石村的灵产由边营统一接管。周副将，前几日受潮，我们村东也是靠沈姑娘和陆大人才守住。如今灵田刚稳，若再抽走30%，村里人吃什么？边防有令，敢抗军需。就是，沈婉这片田本就来路不正，若不是守将连他流放无依，早该收归军中。昨夜斩首的是我，然后呢？灵田护村也是我和沈婉守的。所以呢？你如今不过是个流放废神，有什么资格和边营谈条件？别急，你说边防缺粮，是，缺到要抢黑石村的灵田。这是征调，不是抢。那行，你们拿什么征？村东昨夜守村死了3个兽，伤了7个武者，你们边营支援了吗？没有支援就先别谈征调。灵田是我和陆岩开的，灵粮是我们拿命换的。你想要，先拿边营名册、军需令和对等交换来。你一个流放弃徒，还敢和边营讲交换？不讲交换，难道讲贵？沈婉，别把自己抬太高。边营若真要拿，你拦不住。那你试试。你们真要查，就先查灵田账目，这是我们自己吃的，这是救村卫的，这是守村伤员的，这是给老人和孩子的。你们说我私藏资源，那请问，这100亩灵田里有哪一株是你们出的种？有哪一寸土是你们翻的？是啊，灵田是沈姑娘自己开的，昨夜受潮，边营可没来人。灵种若不能入宗门备案，便属于私自肥育。你若不交，宗门完全可以定你一个违逆灵职律的罪。哼，灵职律，北疆边陲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宗门管了？再说一个字试试。陆岩，你敢在边营面前动刀？你们敢来抢田，我就敢动。行，今天我不和你争口舌，但这田你迟早得交。我也告诉你一句，这田谁来都能谈，唯独抢不行。你以为斩了几头兽，立了点小功，就真能在北疆站稳？沈婉，你最好祈祷下一次受潮别来得太快，你会后悔的。你真打算把灵粮分给周边村子？分？那边影若再来呢？那就让他们知道灵田不是一把就能掐死的火。分出去的粮越多，来抢的人越少。想垄断的人最怕什么？最怕所有人都活得起来。凡是出力守村的，可来换灵粮、疗伤草和禁兽骨粉，不白给，但也不再只供黑石村的一家。沈姑娘，这是我家能拿出的全部了。我家小子昨夜伤了腿，求一份疗伤草。我们村冬天就靠灵粮活命，求您别断了。陆野，开仓。全开。开一半，先救急。我让人把灵脉磨成粗粉，掺上少量净化过的异兽骨粉，再放入切碎的灵薯块，熬成一大锅稠粥。灵香一散，排队的人都想喝。都别急，一个个来。有伤的先喝，孩子和老人先喝，能干活的后面再领。沈姑娘，我们能拿什么换？柴火、兽皮、药草、修屋顶的人手，什么都行。没东西换的，就先记账，以后来了灵田干活还。热的真有灵气，我以为我撑不过今天了。
喝完去那边坐着，陆衍给你看伤。陆大人，坐下。不能乱给，我让老李真登记，每户家里几口人，谁受伤，谁缺粮，缺多少，全记清楚，然后按轻重罚，先救伤兵，再救孩子，最后才轮到健全劳力。谁准你们私自发放边防物资？这是我种的粮，不是你们的军饷。黑石村灵田产出巨大，边营已有征调令，你这样私放是抗令。征调令拿来我看看。边营若真有令，就先拿正式文书来；若没有，就别站在这儿挡大家的活命路。你一个流放弃徒，也配跟军中谈文书？他配不配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你们边营多久没正经给过北疆村落药了？多久没给过防寒粮了？多久没管过伤兵了？你们拿着军需守着边防，却任这些人饿着、伤着、冻着。现在我拿自己的粮救他们，你倒来问我抗令？是啊，边营从没管过我们，每年收税收粮的时候倒挺快。沈姑娘发的粥比他们给的军饷都多。沈婉，你最好别煽动民心。民心？我只是让他们记住，谁真给了饭，谁真护了人。守营急报，西北方向发现大批中型异兽集结，数量至少上百，还有列甲兽群，正朝北疆主防线去。消息属实，属实，前线已经在调兵了，可药不够，粮不够，第一道防线快撑不住了。陆衍，清点库存，去通知东沟西坡南岭3村，愿意来的伤兵和武者全来黑石村领灵粮和疗伤草。这次不只救村里，边防也救。你们不是说灵田是边防资源，那就拿去救边防，但不是你们来抢，是我来给。前线缺粮、缺药、缺能打的人，我有粮，陆衍有刀。收将令！北疆第一道防线告急，所有可调灵产伤药武者立刻前移支援。先给前线300份，东沟村再来20个壮流力，伤药分2波，一波送边防，一波留村里。第一批支援队伍出发，陆衍亲自带队，领10几个吃过灵粮的武者，押着粮车往前线去。你不去？我留守，灵田不能空。等我回来。好。中型兽潮已经到边防了。陆大人，伤愈房在哪儿？这边。药呢？早没了。上面说后方调拨不到，边营库存也空了。空什么空？赵恒那个狗东西明明扣着药粮，说要等主防线彻底告急再放。沈婉猜的没错，守将不但想抢灵田，还在隐瞒灾情克扣物资。可野兽不会等他的算计。卸车！灵粮，真是灵粮？哪里来的？黑石村沈姑娘送来的，这能做战粮，也能熬药粥。先救重伤，能马上回到城墙上的轻伤武者，优先喂灵粮。被浊气侵染的伤兵，先用疗伤草汤压住。彻底失去战力的人，转移到后营，别占前线通道。我还能伤？你不能伤！我不伤，墙就破了。再喝半碗，半个时辰后上2线，不许冲前。受潮再冲，北疆裂口守不住了。陆衍，守将令，让你带人守东段。东段不急，中央缺口要破了。这是军令。等中央破了，
你拿军令去喂兽。跟我。陆大人还在，余粮还有吗？给我一口，我还能打。守住！别让兽进来！不够，药也不够。若再冲一轮，伤兵羊撑不住。前线不是缺一点良药，是全军断粮断药。赵恒压着物资不放，已经把第一防线推到了悬崖边。陆大人，沈姑娘来信。前线若良药不足，不必硬撑。我已开全部地窖。第2批、第3批灵粮正在路上，告诉他们，北疆还没断粮。1辆、2辆、10辆，几十辆粮车正从黑石村方向赶来，车上堆满灵薯、灵麦、疗伤草和驱兽灵草。不只是黑石村人，还有东沟、西坡、南陵几个村的村民和伤兵家属，他们冒着寿号和夜风，把粮送来了。粮来了，沈姑娘开仓了，北疆有救了！灵麦、灵薯、疗伤草、驱兽灵草、禁兽骨粉，全都按不同用途分装，连熬粥的柴火和大锅都一并送了过去。还够吗？够前线撑3日。黑石村那批灵粮，谁准你们私自发放的？没粮了，是要看着人死。供需自有调配，哪怕缺，也轮不到一个流放弃土擅自动库。他送来的粮，救了半个营。陆衍，你如今不过是个靠灵粮吊命的废神，还真把自己当回战神了。黑石村灵田产量巨大，理应优先供军中统一调配。你们如今私下散粮分药，已经坏了规矩。尤其沈婉擅自培育灵种，私长灵粮，若传出去，谁知道会不会动摇军心？动摇军心？前线快断粮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军需有流程。流程能当饭吃？这些粮是黑石村上下东沟西坡几个村的人一代一代扛来的，前线伤兵吃下去能站起来守墙。哼，你一个流放来的灵职师，懂什么军政？不过是靠些歪门邪法侥幸种出点粮，还真当自己能替北疆做主了？歪门邪法？你去问他们，这碗粥是邪法还是命？沈姑娘救了我3条命，没有这口灵粮，我现在已经埋了。放肆！谁准你们顶撞上官？他们没顶撞，他们只是说实话。陆衍，你这是要公然抗令？你若有令，先拿军服来。好，灵粮的事先不说，但这疗伤灵草、净兽骨粉，还有那能让武者短时增气的淬体粮，必须统一上缴一半。这是军令。可以。前线1日消耗灵麦300斤，疗伤草20捆，净兽骨粉10斤。昨日送来280斤灵麦，勉强撑了1天半。你要统一上交一半，行？那你先告诉我，少掉的一半拿什么补？军中自有办法。那就请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办法拿出来。你们想要灵粮？可以，先按战功、伤势、守强时长分配，轻伤者减半，重伤者优先。空口来抢的一例没有。黑石村送出的粮不养吃白饭的。
兽潮又来了！中间猎爪兽散逃！快叫人！攻守的，中盾的！灵粮分发完的武者，跟我走。边走边吃，别停！石姑娘，这会不会太赶？赶才活得下去，别让兽直接抢踩到灵草带。裂口2个撒骨粉，扰乱他们嗅觉。守住！别让兽过裂口！放！西北荒原发现高阶兽上踪迹，兽群在集结。兽王，你还有多少粮？够再撑一轮。那就全给我。好。那不是普通兽王，若他亲自冲抢，第一防线多半撑不过今晚。所有灵粮按3类分，重伤者半碗疗伤粥，手强者1份淬体粮，突击队加1份兽骨灵粉。我带队出城。出城？你疯了！兽潮未退，守强都难，你还要出城？守强只会被耗死，兽王不死，兽潮不会退。可你现在才恢复几成？万一你死在外面，那你守。我需要30人，吃过灵粮，能跟上节奏，敢死。我去！算我一个！断臂的留下，你守2线。出城要突进，你跟不上会拖阵型。不要提前吃，气血断荡时咬碎，绿血溅到皮肤，立刻用灰粉覆盖，不准用手擦。遇裂甲兽，攻关节和甲缝。你不劝我？劝你有用，活着回来。一定。他们被包了！驱兽草剑！高阶，他回到高阶了！别乱，按路眼破开的口子打。兽王死了！防线守住了！陆大人斩亡！
旧案一开，背后的人会坐不住。那就让他们坐不住。你越强，他们越怕，怕了才会露出尾巴。3年前，陆衍同受叛国一案，你们可有新证？这是黑石村送来的灵粮往来记录，这是边营军需克扣账，这是赵恒派人来抢田，借受朝逼供的口供。这些和3年前的旧案有什么关系？有。陆衍当年被指通受叛国，罪证有3：边防情报外泄，受朝异常绕关，城中出现可疑预售痕迹。什么漏洞？时间。情报外泄那日，我在北县亲征，右臂被异兽骨刺贯冲，7日未醒。轮值部、随军医官记录、战损文书，都能证明我不可能出现在泄密点。第二，受朝绕关也有问题，若一受人驱使绕关，不可能完全无痕迹。3年前那波受潮留下的预售印，不是北疆常见兽纹，而是人为处理过的2次烙印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现在我们又见过一次。所以不是兽在作乱，是人借兽作乱。第3，通授的人证。何三说，3年前有人以重金收买他，冒充目击者，说陆衍曾夜入受朝，收买他的人并非边军，而是京中来使的随从。谁压的？柳文渊。而且不止他，赵恒的柳文渊近来有书信来往。黑石村林田、陆衍复苏、边防物资克扣，并不是孤立的。他们不是临时起意，是早就布好了局，要把我按死在北疆。此案我会连夜上报。多久能重审？若证据属实，3日内可下令。不够，他们已经知道陆衍复起，知道旧案要翻。若背后有人动手，不会等3日。东侧2道遇袭，有死士混在运粮队里，半路截杀，护粮兵伤了7个。果然。什么人干的？看不清脸，招式不像军中人。对方还放出了高阶异兽，像是要逼我们把粮和人一起烧掉。调虎离山。不是烧粮，是抢证据。他们想先毁证人，再毁粮道，最后把一切推给异兽。你留营。不，我跟你去。沈姑娘，粮道有死士，又有高阶异兽，你去太险了。我不去，他们更不会留活口。证据是我整理的，我知道哪些最不能丢。干什么？风大，你别动着。有多少死士？至少10人，个个都是狠手。高阶兽几头？3头猎骨兽。推到左侧沟里。
卷轴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走。你先走。你觉得我会走？要么一起活，要么一起杀出去。好。左肩别再发力。做不到。那就尽快杀完。正合我意。灵芝困阵，情报有误，他不只是会种粮。现在知道，晚了。谁派你来的？陆岩，你翻不了岸，你活着一天，他们就会杀你一天。他们是谁？柳文渊的人，还有收验室里。这些都是你们杀的？证据保住了，把这个也画进去。柳氏暗卫印，若查实柳文渊私养死士，勾结御兽势力，3年前旧案必翻。伤了？擦伤，你比我重。闭嘴，坐下。这次多谢。交易而已。你护我和田，我养你副刀，现在还要一起翻案。朝堂急令，重启路演通授旧案，押解赵恒、刘桑入审，传讯柳文渊，封存当年案卷。高兴？还不够。当然不够。污名洗掉只是开始，当年欠你的，得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北疆第1防线血战在前，黑石村灵粮攻军在后，
路演侵斩高阶兽王神丸，稳供前线，功在边陲。令旧案中御兽印残痕、伪证人供词、边营私扣军需、柳文渊暗卫印，皆已核实。陛下，臣冤枉。路演旧案当年证据确凿，若如今只凭几个边陲小案便翻案，恐难服众。证据确凿？那请问，3年前路演右臂被异兽骨刺贯通，昏迷7日，如何夜入兽巢传递军情？再问，何三供词中写明，他被京中来使随从重金收买，伪作目击者。为何这份供词从未入朝复核，直接被定为铁证？一个流放弃徒，也敢在朝堂质问大臣？他敢？当年所谓通兽证据，和如今北疆中阶猎骨兽身上御兽印出自同一套手法。柳大人若说旧案无关，那请解释，为什么你的人会和边陲御兽势力用同样的暗印？陛下，臣一时失察，绝无兽之心。失察？边营缺粮断药，前线死伤无数，你压着军需不放，任死时截杀粮道，这也叫失察？当年我守北疆10年，从未退过半步。若真通兽，何须3年后再来斩王守城，替人族挡着兽巢？重查旧案。陛下，臣乃武道总部副审官，岂可因一介边陲弃徒？副审官养死士勾兽印构陷边将，这也是副审该做的事。黑石村沈婉培育灵粮，救边防军民，平抑防兽，功在社稷。今封护国灵执师，赐金牌1枚，掌北疆荒土开垦之权。万亩废土皆归沈婉统筹改良。谢陛下。路演回来了，沈婉也不是流放弃徒了，一个战神，一个灵执师，以后谁还敢动黑石村？沈姑娘，陛下口谕，北疆荒土虽赐你万亩，但那片地靠近旧兽巢，地底浊脉极重，历来无人能开。浊脉？那地方原是100年前兽王巢穴旧址，地表废了，地下却一直有异动，历代灵执师都试过，最后都失败了。所以才更要去。地不怕废，怕的是没人敢改。我陪你去。报！北疆荒底地变，兽巢旧址有异动。万亩废土，还没开始改，就先醒了。回北疆。万亩废土虽已赐下，但那片地靠近旧兽巢，浊脉极重。沈姑娘，若实在改不了，不必硬撑。地裂处离黑石村多远？80里。那就必须改，不改，浊气迟早扩到村里。北疆不能再靠退。沈姑娘，陆大人，不必跪，去干活。从今日起，骸石村不再只是村，这里要建北疆第1灵田总仓，东沟、西坡、南岭3村合并为外田区，前线旧营改成战备粮仓，旧兽巢方向开万亩新田。万亩？陛下赐的。
地归我改，粮归北疆用。孩子也要学，会识字，才不会被一纸檄文骗走命。沈姑娘，这地真能改？能改。第1步，挖隔捉沟；第2步，铺矿土吸附层；第3步，引绿血佐肥入风灌池，不许直接入田；第4步，先种驱兽灵草，不种粮。所有巡田队3人一组，见异兽不追，守线，绿血落地，立刻用微土覆盖。诺。沈姑娘死了。记录死亡区，说明浊气太重。加矿土，减绿血肥，提高草木灰比例。继续扩种，不许急着下良种。我家孩子今年能吃饱了。北疆守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觉得后背有凉。如何？像做梦。还不够。怎么了？浊气还在往上涌，我们只是压住了外围。中心地带甚至有灵草一夜枯死的情况。有东西在下面，而且很大。不好了，地底裂开了，有兽吼，很大。外围活了，中心却醒了。浊气浓度翻了10倍，是兽王，不是之前那种高阶兽王，是100年前封在旧兽巢下的荒阶兽王。全军后撤到第1灵田防线，点燃驱兽草带，封闭旧兽巢外围3层沟渠。走。守线。这不是旧巢局部暴乱，
是覆盖整个北疆的兽潮。西岭防线告急，东荒哨所出现中介兽群，南侧被异兽冲断，主防线求支援。沈姑娘，怎么办？启动灵田防御预案，所有粮仓进入战时配置。灵薯饼、淬体灵脉、疗伤灵膏，按防线分发。复力车入总仓地下窖，能握刀的上外线，能熬粥的去后勤，能搬草的去补阵。你去主防线，你呢？我守灵田中枢。兽王刚破封，力量还没完全恢复，他一定会攻这里。那我更不能走。主防线若破，北疆百姓都会死。这里有灵阵雏形，我能拖。主防线没有你，拖不了。等我回来。守住北疆的粮，不能倒。全军听令，吃灵粮，列战阵。今日守不住也要守，因为我们身后已经有粮了。东墙补位，攻守设高阶兽眼，别砍放正面甲，攻关节。正面甲。陆大人，西南防线快撑不住了，出现2头高阶兽统领。总之，陆大人突破了，战神归天。主枪交给周启。是。沈姑娘，第一沟渠快被兽尸填平了。点第2层灵草带，兽尸不要清，直接撒矿粉封绿血。第3队补上东缺口。
江陵天齐战！是沈姑娘的灵阵，灵天在帮我们！传令全军，主防线稳住后，所有预备队向旧兽巢推进。兽王不死，兽巢不退。沈姑娘，退吧！我退，朕就散。可是你会死啊！陆言不会来。我回来了，刚刚好。一灵一武，一人镇阵，一人斩兽。陆言，说，我能锁他3血3血够了，不够也得够。别断！北江陵天战！这一刀会很帅。别断！风脉。沈婉，天没回吧？没回，你差点死，你也差不多。谢陆大人，谢叶姑娘，谢战神护将，谢灵执事救北疆。荒极兽王伏诛，兽巢平定。陆衍加封镇国战神，统领北疆军防。沈婉加封护国灵执圣师，北疆数十万里荒土皆由他统筹改良。
开朗。你现在很闲，边防稳了，所以来守你。我现在不缺守田人，那缺夫君吗？缺。